唐书欣居士呢，他就到政大来找我，邀我呢上那个阳明山。他去到那边，竟然还跟我上了什么样的课呢？画的欣赏，跟那个书法的欣赏。他的学问那时候我只觉得他太广博了。欢迎收听菩提麻瓜，我是小编阿若，我是林世敏林老师。感谢台南市谢觉安居士赞助本节目。欢迎收听菩提麻瓜。那本次的主题是弥富法师一样我会快速结束一下弥富法师的生平。那弥富法师呢，他是1914年出生在中国河南。他从小呢就因为父母的关系而深受书画诗文的熏陶以外，家族也世代信佛，后来也是随着军队撤退来台。那弥富法师呢非常有才华，对中国佛教的奉献非常巨大，例如说佛教的学术翻译、书画、诗文、戏剧、历史还有僧伽教育都是非常有贡献的，并且有许多书本的巨作，是为就是很有多才多艺，对，多才多艺，然后饱读诗书的佛教艺文人士，这样那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华佛教的开拓者。这样快速讲完了以后呢，那我们就来聊聊林老师跟弥富法师是怎么认识的吧。 OK， 弥富法师呢，他是在1914年呢出生的，那我呢1944，所以他呢整整呢比我呢大30岁。那我跟他结缘呢是在我高一的时候，我16岁那一年呢，我爸爸呢就是因为生病了，他就往生了。那么呢我从12岁在高雄佛教堂呢就是常客。什么叫常客呢？就每星期2跟5，那都会跟随着我妈呢来参加他们的共修会。那么呢在我父亲呢逝世不久我呢如同往日一样呢也去参加。就在那个课诵完了以后呢，我走出那个教堂，在他们庭院里面呢稍微打转了一下。这时候有一位呢长得高高的，他大概有178公分左右，将近180，是蛮高的。那么呢长得呢都非常的慈祥，那么非常有文艺气息的这样的一个书生型的一个居士。那么呢他呢就朝着我呢也走过来，那看到我呢非常亲切的说，你常常来拜佛吗？我说是。那我跟他讲说，我好像以前都没有见到你。他说呢，我呢最近才来高雄佛教堂，我要借住在这儿一阵子。他就呢，我就请教他的名字，他告诉我呢，他姓唐，名字叫书欣，念书的书，新旧的新，唐书欣。我说唐居士好。他就问我的名字。就在那一天呢，他跟我呢就这么聊了1个多钟头。这呢算是我们第一次的邂逅，就是呢不期然而遇了，那么算是有缘了。在往后的日子呢，每星期2跟星期5，我都会呢到他的房间，他会邀请我去，他呢就会跟我呢谈话。那时候他跟我谈的是什么东西呢？《红楼梦》。谈《红楼梦》那时候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读《红楼梦》？我说呢，我想读，但是这《红楼梦》太大部了，就是呢太厚了，那里面的人物太复杂了。我说呢，我读了有点烦。他就说呢，读《红楼梦》呢不难，你应该先把人物呢自己去做一个表格。所以呢他就帮助我呢，他就呢比如说呢某某人是某某人的姑姑，某某人是某某人的孙子，像这样呢把它列出来以后，金陵的12金钗有没有全部呢这样经过他这么整理去条列以后，我一看呢非常清楚角色关系图。对，而且呢他呢就常常跟我呢聊这个里面的人物。我是事后了我才发现呢，他对《红楼梦》下了苦心。他跟我谈的不是贾宝玉跟那个呢这个林黛玉的所谓的爱情的故事，
他呢也讲的，也不是说呢《红楼梦》里面那种奢华的生活啊，他不是聊这个。我现在想起来，他谈的都跟什么样？都跟佛学有关。在红楼梦里面讲佛学，对，跟佛学有关。我事后呢，我现在年纪比较大一点了，那每一次呢，我都会觉得说呢，贾宝玉之所以出家，其实在这个《红楼梦》里面呢，已经我们可以看出它的脉络出来了。等一下呢，我们要请阿若呢来帮我呢念一小段。这一段里面呢，当然呢讲的是我跟那个明福法师的这样的认识的一点的因缘呐，而中间里面就有谈到所谓的《红楼梦》，待会再读。那么除了《红楼梦》以外呢，他也常常跟我提起了所谓的《三国演义》，这《三国演义》对。那么呢，《水浒传》它比较少啊，可能是暴力之气呢，比较强一点，而且比较明显一点。他是属于那种温和的人啊，他可能也不太喜欢谈这个区块，也不一定。那么在这中间呢，他跟我常谈的是怎么样呢？就是文艺。那时候他在主编有一本杂志，佛教的杂志叫《人生》，叫做《人生》呐。那么呢，这个《人生》的这个杂志，他在这个编辑，他知道我爱写文章。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常常代表高雄中学参加外面的那种新诗创作啦、作文比赛，这边要自己吹牛一下，我给雄中抱回了很多的冠军杯所以他就鼓励我呢要写作。那么我说呢，写作的话，我呢因为在念书，可能没有什么时间。他说你写文章哦，我还可以付给你稿费。听到稿费两个字呢，可能呢真的先与利勾牵了，我就呢真的动了心。所以他在佛教堂的那2-3年的中间呢，我真的是投稿呢非常的多，而且他呢都没有食言。他呢真的都每一次每一篇他都付我稿费。那么呢，这个唐居士呢，那个时候呢，他呢跟我讲了经典。他讲什么经典呢？六祖坛经，尤其呢讲了六祖坛经的行有品，就第一品呢，行有品就是六祖的生平呢，整个生平概括的介绍了。第二讲的真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所谓的般若品。第三个呢，他跟我讲的是所谓的机缘品。这3品他呢不厌其详的来告诉我，在无形之中呢，让我奠下了好多的这样的学佛的种子。尤其对于禅宗，禅我也很喜欢呢。我现在在喝茶啦、泡咖啡啦、去旅游啦，不常常讲说我这等于是像古代的禅师在参访一样吗？可能那个时候也受到唐居士呢，他给我讲六祖坛经的启发，那也说不定。老师，你那个时候听得懂？听得懂，因为六祖坛经呢，其实就是白话的就白话。那我那时候呢，算是国文的程度比一般的同学好了一点点了因为我12岁跟我妈呢来到了这个高雄佛教堂，我那时候就会背那个阿弥陀经、普门品这些我就会背，心经这些我就会背了。听起来厉害。那老师，你还有要继续讲说之后怎么遇到吗？ OK， 到了高3的时候，到了高2应该这样讲，高2在雄中又留级了对，我就呢转学到富华中学去。那一年的时候呢，我就比较少来高雄佛教堂了所以最后呢，高3那一年呢，我几乎没有见到这个唐居士。我到年考的最后1年的时候，到那个月基法师那边去读书嘛。我们过去在月基法师那一篇有提到，对。那么月基法师呢，他就认识这个唐苏勋居士。那呢，月基法师有时候跟我呢在聊到这个佛门的典故掌故的时候呢，他呢就说这唐苏勋居士啊，他呢艺术修养很好。那是我高3的时候。我上了大学以后不久，大1了竟然唐苏勋居士呢，他就到政大来找我。是他知道我，他去查了，知道我住在那个政大的宿舍，他到宿舍来找我，那么邀我呢上那个阳明山。要干嘛？要做什么？
就是两个人的等于有一点久别重逢。我现在想起来，你这句话问得好，要干嘛？他要来找我，他知道我上了政大新闻，他呢是希望来鼓励我，希望我在学校要好好的读书，能够将来为佛教的这种新闻或是将来的传播弘法利生的事业能够尽到一些责任。我在想啊，他也是用心呢，真的是很良苦。他带我在那个阳明山不止一次，我在大学这4年中间最少有5次，他有带我到乌来，到那个碧潭。那么阳明山呢，前后有过3次。我们坐在那个草地上，在那个树呢底下，他跟我那时候谈的是佛教的艺术跟美术，还有文学跟那佛教的那个诗，就是所谓的记的，佛教的记的。那时候我呢讲起来惭愧，我没有什么文化的素养。那时候台湾的小孩子的3餐都不得其饱了，能够考上政大呢，注册费呢都还是一笔负担，有时候呢每个月的伙食啊都还成问题了。我事后才知道，虽然那个时候在我大学这4年中间，唐居士多次的带我到现在拆掉了台北那个中华商场，老一辈的人都知道，在台北邮局，就现在西门町那附近呢。那个呢，到那边干嘛？他认识了好多的那个艺廊，那全部都艺廊呢。那么呢，我不晓得是不是他经营的，或是他的亲戚经营的。他去了那边，竟然还跟我上了什么样的课呢？画的欣赏，跟那个书法的欣赏。他的学问那时候我只觉得他太广博了，对于那时候比如说王羲之的啦，对不对？那么呢某一首诗那后人写的，他呢能够讲起来头头是道，真的让我呢如醉似狂啊。这样的人我现在后悔了，我那时候为什么不跟他学呢？学艺术的鉴定，对不对？对，那古画的那种欣赏鉴定，我现在不成名家，我也发财。为什么呢？那时候呢，我记得呢，有人又拿那个画或是艺术品来卖。那个时候呢，我现在回想起来，不是很贵。那时候我如果呢，在他的指导之下，我能够收集了一些的话，我晚年就不要这样子辛苦了，是不是？这是题后话了，这是开玩笑。就是在那个时候，一代的大师就在我的眼前，但是我不认识他。我记得说呢，他呢是商人，那时候我的感觉，因为他那个时候也有买卖啊。我不晓得那个店是他的什么样的人经营的，但是我知道那个时候呢，就有人拿来让他鉴定。鉴定完了以后也卖给他了，所以老师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明富法师是不晓得，不晓得。OK， 那么呢，我这边在想起来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大学3年级的时候，我们新闻系呢有时候要上的所谓的广告学，那么到最后要自己亲自去拉广告。上学期跟下学期呢各要拉，比如说有一个金额了，譬如说现在讲你要拉500块是1万块，就拉赞助那种感觉。对，那我这边发愁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这个唐居士，我说你不能帮我的吗？说你过来呀，他很亲切，我就赶快过去。他呢只怎么样？给我3张那个纸条，噔噔噔写完了。我说这个干嘛也不能代替那个钱，对不对？他说你去找什么什么什么，有电话，有名字，有商店的名字。我去的时候，那个主人一看到那样的话，一话不说，马上付钱。那3张一样，就是他让我们政大新闻系有一个实习报纸叫学生新闻呐。那么呢，我就说呢，我帮你登了一下，说你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大部分的书局比较多了，还有是他旁边的艺廊。那你去的话，我就晓得，哦哟。唐居士不简单呐，人家看到他的那个纸条，马上就付钱呐，这还不简单？这不还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吗？当然是不简单了。下学期我就如法炮制，一样的呢去找他，他照样来给我呢3张纸条。我这样去的话呢，人家二话不说了，
马上就付钱。我想呢，他在这个艺文界的应该呢，尤其在那个中华商场呢，应该是非常有名的，大家对他呢应该也是很尊重的。要不然会不会不会给人家这样给他面子？我在想。是。那之后就是明富法师到那个政大去找老师嘛？是，那就前后来了5次，4年中间，都是去艺文赏析这样。不是，他就是带我呢到溪头、碧潭，还有呢乌来，3次到那个阳明山，都是进行这些艺文赏析。他主要是要跟我聊天，聊天就是要鼓励我。可是那时候我自以为呢，我那时候在中央日报、在中华、在新生报投稿。我以为说呢，我的文笔很好了。现在你看那个网络上里面，明富法师他在访问那个道安法师，有没有？你看他那个文笔，我现在想起来非常的惭愧，真的，他才真正的叫饱学诗书了。那老师什么时候知道就是明富法师他的来历？想起来又。从那个我大学毕业以后，我算是忘恩负义的人了，因为我回南部了嘛，是就很少有机会到台北，所以呢也就没有去找他。那么巧在什么时候呢？我妈后来出家了，我妈妈呢，在我爸走的时候，她就发了一个小愿了，就是说呢，她把我小妹妹那时候只有6岁，如果她也能够嫁人了，她的责任。他的担子放下以后，他要出家。到了60几岁的时候，终于呢，我妹妹嫁出去了。她呢也到美国留学，那么嫁给我妹婿。那么呢，我妈呢就呢能够完成她一生的愿望了。所以呢，她呢过几年以后，她到台北的临济寺酒泉间的临济寺，这是一间佛寺的，非常有名的临济寺，去那边受戒。做那个出家人的那个大戒了，因为你要受完这个戒，你才能够取得出家人的资格了。我在那边看到了明富法师，就是唐书新居士，我吓了一大跳。我说：“哎，唐居士，不，师父，你怎么在这儿啊？”他说呢：“我出家了，那我的法号叫做明富。”我给他五体投地，是因为他呢，在我从高一以来到大学，他对我非常的好，他算是我的恩人呐。我说师父好，他呢就把我找到他的房间跟我这么聊了很长的话。我妈这边受戒大概要15天呐，收戒好久。对，那当然我只去那边2-3天。那么我在这边呢，跟他们那时候义儒跟我一起去，所以我们呢一起呢。在那边呢跟他聊天，聊完了以后，我们就回高雄了。都聊什么？还有在聊那个艺文赏析吗？他就是问我，他知道我去教书以后，看起来是有一点失望了。失望。他以为我应该要到报社里面去服务的。可是那时候台湾的还没有解严，因为我妈不要我入党，她就是你绝对不能入党。以死相逼，这你绝对不行。是，我大学2年级的时候，又被我们的老师那个于恒，联合报的那个采访主任给我赶出去。因为他叫我们大家去改他的那个稿子的新闻稿，没有人敢改。那我是说呢，试试看，我就给他改动了，一下子呢，他呢拍桌子大骂，叫我滚蛋。他说你太目无尊长，这真的是太冤枉了。他鼓励我们呢上台的，对不对？那互相切磋的，我真的是太不要命了，还真的是切磋的。就是他知道我没有往新闻的道路上去走。那时候慈济啦，那时候佛光那个电视呢也还没有开播，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没有用武之地的。所以我的母校
对不对？孙永庆校长他就说你赶快回来啊，学校需要你啊，所以我就回去。我也没有后悔了，因为我在富华中学教书的这20多年中间哦，那么呢，不敢说度化的学生啊，就是呢有看过我的佛教精神与特色的学生呢，好几万人呐、所以这一点呢，所以说呢，我虽然在这方面失去了，可是我在这方面又获得了不少了。所以这样呢，得失相衡，没有得也没有失。了解。明富法师他就是饱赋诗书嘛，然后也非常多才多艺。他除了出了许多著作以外，他好像也有涉猎戏曲啊，然后反正就是佛教的历史啊，他都有涉猎这样。是我呢，一直到后来，因为有机会去认识了这个宽谦法师，我们在下一集的时候就会来录。宽谦法师他是杨英风这个雕塑大师的女儿啦。哦，我从他那个叫做觉风佛教艺术基金会里面呢，我发现呢，他们这个基金会呢，为明富法师呢出版了5大册的那个这个书本呐、才知道说明富法师呢留下来的文字稿超过100万呢。哦，这里面呢涵盖很多的方面，尤其文化大学有一个历史的博士叫做黄运喜，运动的运呢，喜欢的喜的，叫黄运喜教授呢，他也等于是把明富法师当作是他的这样的一个指导老师一样了。他说呢，我受到明富法师的鼓励跟他的启发了，因为明富法师那时候呢就跟这个黄运喜呢居士教授了，说呢你应该多关注到中国佛教的这种呢，好像这个历史一样，那应该从哪些方面呢去探讨这边？我不是当事人呐、大概是这样的意思。他在 FB 我在最近的时候看到的，他提到一点，他说今年呢就是明富法师呢，他呢这个逝世20周年，他非常缅怀这位法师，他呢受到他的启迪或是指导很多。他感到呢非常的这个高兴，而且呢怀念不已。像宽谦法师呢，他也有呢提到了而且推崇了明富法师呢，是我们在台湾就是近代呢佛教的对这个艺术啦，对不对？那么呢，比如说书法啦、绘画啦、禅师啦，有没有？这很多方面呢，他都有一种好像是先知先觉的那样的一个提倡，或是发扬，或是你能够呢提携后进能够呢指导他们往这样的方面来走。那么呢，在这里我想起来了，就是明富法师呢跟那个道安法师，道安法师是谁呢？就是当年呢蒋中正蒋中正总统他呢指定那个道安法师要当那个贤藏寺日月潭贤藏寺的住持就表示道安法师一定是德高望重的人所以才是会让那个蒋总统呢欣赏对不对？指定他嘛。那么呢，这个明富法师就有制作那个视频，现在大家可以查得到。对，明富法师跟那个道安法师的访谈的对谈啦，对，那里面的那个文字都是明富法师呢去润笔去写的了。我刚刚开头时候也讲到了，明富法师的文笔，大家从那边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于呢真的中国的这古代这诗词还有这散文都是非常的饱读，而且都有心得的。他那个也是有点像有声书一样的影片是，所以我们才讲，我们现在不是要成立了这个有声书了吗？已经在开播了。你像我们现在这个访谈，对不对？是刚开头那几集有没有？没有影像吗？有没有？还好我们2个呢，还发现说有影像比较好。现在呢，事实上证明有影像有文字，那真的是太好了。因为一般呢，像比较年老一点的人他们呢，就可以一面看着字一面听，对不对？所以呢，还是可以改正的。
我是从那个明富法师跟那个道安法师的访谈，对不对？想到我们的有声书也应该朝着这样子来改进。好，了解。像明富法师，我竟然也有在这样的机会，从高一一直到我念大学。那么大学毕业以后的20年后，我妈出家了，我还有机会去碰到她。人的因缘呢，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也算是说我跟她真的有非常的密切的这样子的这种呢缘分，能够在人生这个路上呢，能够横跨几十年。虽然不常在一起，可是他对我的启迪呢非常的深。我希望你呢念一段我在一朝枫叶，我那时候还不认识明富法师对于中国佛教的艺术文化有这样的贡献的时候，我已经在我的前半生的回忆录《一朝枫叶》里面已经提到了明富法师了。我们现在就听那个阿若的给念一段，那也可以作为呢我们这个访谈的结束。192页。好，我念一下哦。唐书新居士出家后的明富法师，由于家学渊源，对艺术下了甚深的功力，造诣不凡，颇有弘一大师的遗风。早年括号1959早年1959年，他曾寄居在高雄佛教堂，刚好那一段时间我甫遭父丧，而且在雄中留了级，因此为寻找生命的意义与心灵的寄托，我时常往教堂跑。明富法师与我有缘，对我特别呵护。他不但是杰出的艺品鉴赏家，而且对佛学文学也有广泛的涉猎。除了佛学的启发之外，明富法师曾用心的指导我看《红楼梦》，他不但对书中人物的个性作风，对情节的安排进展全都了如指掌。最重要的是他能点出书中的哲理来跟佛学相互印证，使我日后阅读小说时能一再的回味反刍，受益匪浅。我曾告诉明富法师说，贾宝玉出家为僧，有人觉得高鹗安排这样的结局太突兀太无情，其实仔细的阅读观察书中各回的隐喻，不难发现他的蛛丝马迹。换句话说，作者早就有意如此安排，宝玉的出世思想早就与生俱来，只不过借着大观园的舞台，慢慢的上演人间无常的戏码，来唤醒沉迷繁华人世的芸芸众生。师父十分认同我的说法。唐居士出家后，我回想数十年来的往事，才蓦然发觉，其实他的出家也早有迹象可循。比如他常年一袭长袍，出家只不过是把长袍换僧袍而已。而他的饱学多闻，看尽人世的沧桑，原是出家修学不可或缺的因缘。就以他对《红楼梦》的钻研深究来说，正是关照智慧的显现。最近我更突然惊觉，明富法师的长相潇洒飘逸俊秀，风格聪慧多愁善感，不就是贾宝玉的化身吗？ OK 就是这样。好，这就是老师他在《一朝枫叶》里面的跟明富法师有关的文章。是，希望明富法师成愿再来，我愿意呢再跟随他旁边多了解一下佛教的艺术教育文化。对，明富法师也有留下很多作品啊，所以大家其实还是可以去上网找寻，包括就是明富法师留下不止书本的作品，还有戏曲或是历史翻译之类的。是，他真的，我前面讲他多才多艺。没错。好，那我们这集就差不多录到这里。谢谢。好，那我们下集再见。再见。感谢李老师。好，拜拜。大千世界雨很沙，我就在乎脚踩着寸土。时光奔流不息如长河，我只把握当下一刹那。大千世界雨很沙，我就在乎脚踩着寸土。时光奔流不息如长河，我只把握当下一刹那。万劫轮回，珍惜今世头人间。生死相许，善永现前无云深。佛法传世漫漫3000年，自觉觉他不离世间觉，珍惜
神。我行我道，祈愿跟随佛来学。我心向往，祈愿归佛座下。我行我道，祈愿跟随佛来学。我心向往，祈愿归佛座下。